欢迎大家锁定《世界越来越卢》。今天我们继续来谈谈塔利班。那么9·11 20周年，这是今年美国一个重大的一个历史伤口。你看看最近很多美国西方的一个报道，都在检讨这件事情。20年，毕竟是一个大日子。很多当时这个出生的孩子呢，现在都已经成年，都已经可以投票了。但是呢，也就在这个20年的这个前夕，美国呢狼狈的撤出了这个阿富汗。对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来讲，真是一个民族自尊心的一个重重的一击啊！好，最近我们先看到美国的参议院众议员要开始就责了。当然不是就责要不要撤军阿富汗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在美国的民意是支持的，而是如此狼狈夹着尾巴的逃走，真是对于美国来讲无法承受之重啊，丢死人了。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布林肯目前已经列入了证人啊，他会接受两党的尖锐质询，而这也是撤军之后的第一次。那么连续会有2场的听证会，这个听证会里面呢，当然要厘清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为什么情报系统失灵嘛，失灵到这样会不会也太离谱啊？7月份已经很狼狈了，接下来正式撤军也这么狼狈，到底怎么搞的？还有现在有些烂摊子必须要收拾，包括还是有一些滞留的美国公民也好，还有美国的一些盟友啊，这些部分你怎么办？因为美国不管如何，这个人道是它的一个普世价值，也是美国人很在乎的这件事情。我们看到慢慢的这个结论讨论出炉啊，这个2党其实是共业了。阿富汗的陷落可以说是美国这20年来2党自己的共业，所以谁也不要怪谁啊，是大家这个美国人必须要共同承担。所以我先请季老师来谈一下啊，这个美国参众议员这个现在要就责是来真的还是来假的？美国的这个国会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听证会那个是非常残酷的。因为他们曾经有美国的这个政治学者是质疑说，美国是三权分立。你这个立法机构你就立法就好了，你不能行使准司法权。因为他那个听证会常常是比在法院用法官的拷问还要严厉，还要露骨。然后呢，因为他吸引了大批的外界的注意，媒体的焦点都在这里。那这些政治人物呢，尤其这些参众议员为了博取他的支持者对他的认同，就使出非常狠毒的毒招，非常的多。所以美国这种听证会如果说是这样子的一个在检讨，在这个算账的这种听证会我想布林肯会非常难过，而且会被指责，会被咒骂，会被强迫，或者就是说让他在面临到非常难堪的一个处境，对他会毫不留情。所以听说白宫已经开始瞧了，你知道我们台湾很懂嘛，瞧政治，其实美国也一样了听说白宫最近对于很多这个议员都已经开始打电话一一个疏通了。对，可是现在问题就变成就是说，对共和党来讲是见猎欣喜难得看拜登自己犯了那么大的错误，他现在不但要现在不要等到明年的11月，他现在就想抓到机会把你打得永远难以抬头。那么甚至让明年11月的期中选举在现在就看出端倪。所以人家说2党政治很残酷欧洲还没有，台湾说起来看起来好像刀刀见骨，其实美国这种2党政治常常是刀刀不是见骨，把整个四肢都砍断都可能，刀刀致命对，刀刀致命。好，那么当然最近这个塔利班也发布一个最新消息，他们已经攻下了最后一省喽所以整个阿富汗全部都已经拿下了。另外呢，在这个里面有一些细节也蛮有意思的，我觉得不知道是不是9·11前夕故意放下来的这个攻陷最后一省，要感谢美国，靠美国的武器帮了大忙大到一些我们看到火箭炮等等，小到连手铐，据说都是美国很有名的厂牌对，这个美国很有名厂牌做的这个美国的手铐很好用，对。所以我看到这个新闻，我觉得美国人应该是哭笑不得美国在阿富汗真的就是灰头土脸，一直灰头土脸到整个撤军完还要再自杀攻击一下，到现在呢最后一省连你的手铐他都拿来这个做文章所以我想美国人此刻这个满满的愤怒跟满满的羞愧感。我觉得当然对于美国人来讲，
完全无法忍受啊！一个超级大国，一个超级强国，怎么能够被奚落到、被羞辱到如此？然后最近呢，我又看到了很有意思哦。9·11 20周年马上就要到了，前美国白宫的这个幕僚长Andy Card 他接受了专访，就谈9·11事件的当天啊，所以我们来回顾一下当天，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的结论就是这个日子太可怕、太重要了，他记得当天的每一分钟。那么在9·11事件发生当时，当时的是小布希总统，他有个行程，他要到佛州去呢，到一个小学演讲，去宣传一下美国的这个白宫的一些教育政策。大家知道嘛，总统跟小学生见面，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一个场合，所以很多这个媒体呢都已经守候在现场。那么在他刚上车的时候呢，其实世贸的北塔已经遭到了撞击，但当时呢大家都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所以还并没有把这个讯息告诉小布希。但是据说呢，小布希已经看到了，就是他的幕僚人员跑来跑去，在交头接耳讨论好像出了一个意外。那么刚开始消息说是一个螺旋的小飞机撞上了这个世贸的北塔。然后等到这个车子开到了这个小学的这个教室里面的时候呢，就决定要跟小布希报告了，因为看起来事态是蛮严重的。那么当时呢，这个小布希问了一句话，认为是这个机长心脏病发了吗？以为是一个小螺旋桨飞机，可能这个机长呢心脏病发还是哪里不舒服，所以撞上去了，没有办法，这是一个重大的意外嘛。等到布希进到教室大家掌声响起，媒体开始拍摄，布希呢正在跟孩子很温馨的朗读故事的时候，不得了。第2架飞机撞上了南塔，这个时候当然就不会是意外了嘛，所以我们看到这个 Andy Card 他当时呢心里就是他说闪过一大堆的念头，开始知道不是小螺旋桨飞机，是一个喷射客机。当时在想，这总不太可能是2位机长都心脏病发，也不太可能是机械故障，有这么巧的事情不知道嘛？但是那时候呢，因为媒体全部都在拍摄。所以他当然也不能够露出惊慌的表情。他说那时候呢，他也是很专业了，白宫幕僚长，他就开始思索，他要怎么样用一些简短的、精准的语汇来跟总统报告这个事情。他说我知道我现在要传递的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讯息，而且很重要的是媒体都在拍摄天哪，还有一架，那是当时所有人心中在想，不会吧？怎么一架完还有一架？所以他想好之后呢，他就很镇静的打开门，走进了教室他依附在布希的右耳边，就是所谓的咬耳朵。他跟布希这样讲：报告总统，美国正在遭受攻击。讲完这句话之后，他立刻后退了3步。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非常专业，因为他如果不是后退3步的话，布希可能就要很慌张的看到他，可能就会问他说：恐怖攻击吗？别忘了，布希身上是别着麦克风的，他的这个声音马上媒体就会听得到。所以后来呢，我觉得他的这个处置很专业。他说呢，他非常的庆幸布希在现场没有说出跟做出让所有小朋友感到恐惧的事，说出让小朋友恐惧的话，也没有在媒体面前展现出恐惧。因为如果有的话还得了，堂堂美国总统，全球的恐怖分子恐怕都要嗨翻了但是我觉得，与其赞美布希，不如说真的赞美这个白宫幕僚长，他真的蛮专业的你看，第一个他要思索他的用词嘛，那第二个他讲完之后，他立刻后退3步，让布希没有时间对他提问。因为如果提问的话，所有媒体都会知道怎么回事。你怎么评价一下？我觉得第一个这个幕僚长表现杰出，第二个也要给小布希鼓掌。因为他讲说 America is under attack， 其实是蛮重的，可是他没有用很惊恐的方式那可是讯息讲得非常清楚。但是大家也许可以搜一下但是因为现场媒体拍摄，所以大家都还是拍摄到了那个经典的画面，就是那个 Andy Card 呢在布希的耳边旁这样讲事，然后布希是瞪大眼睛，眼睛张得超大，他绝不可思议对，可是他还算沉稳。对，我就想说，小布希虽然在学校都考 C 啦，就是60分有时候不及格的，可是到底可能家学渊源还能够处变不惊，所以他是感觉上他听到一个大消息，可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保持了相当的冷静跟沉稳。那不过他后面的作为到底是对还是错呢？那就很难说了。因为这件事发生以后，我记得小布希有一次在电视上讲，他跟全世界讲
在这个时刻，他说我告诉神界所有的国家，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你站在美国这一边，还是不站在美国这一边。你不站在美国这边，我们就把你视为恐怖分子。所以那个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讯息啊。那也造成美国过去之后20年打了很多场仗，那么包括阿富汗战争。所以这场仗如果说从911开始的仗，到上个月美军撤离阿富汗啊，整整20年。美国在战争的这个泥沼里面整整陷进去20年。所以你想想看多讽刺，多悲惨。就是说，在那个 moment 这个布希听到了消息之后，瞪大了眼睛被所有的媒体拍到了这个经典的画面。但是20年后呢，换成了全美国的民众瞪大了眼睛，看到美国花了20年宝贵的时间，投入巨资之后，竟然这样夹着尾巴死伤惨重的落跑，换美国民众感到不可置信而在此同时呢，还有这个亲美的、对美国非常熟悉的阿富汗的前总统甘尼，之前我跟介老师花了时间讨论他那么他又发表了声明致歉，很多人都觉得你就算了这个舒舒服服的有钱嘛，了死残生就算了，但他显然是不甘如此，因为他也是大家知道嘛全球100大思想家，应该是把自己看得很高，又含着金汤匙出身等等，他又发表了一篇声明声明要跟这个阿富汗人民道歉然后重点来了，他又强调他绝对没有贪腐，因为之前传闻嘛，到这个有没有他落跑的时候带了一大堆的钱，这个多到呢这个飞机都还载不下，所以还掉了一些在跑道上。他要澄清呢，他绝对没有贪腐他要讲什么呢？他说这个他跟他太太过去多么清廉不但没有贪腐还要打击这个贪腐的这个政敌等等之类的讲了一大堆，然后还说呢欢迎联合国来进行调查然后他说对于以这样悲剧的方式收场呢，他感到非常非常的遗憾。当然啦，这怎么讲？这是这个最后的一搏他还有未来吗？还有呢，这个布林肯布林肯最近显然心情不太好，因为他要被叫到这个参众议员去。刚刚这个谢老师讲的嘛，恐怕是一个非常尖锐的一个难关。那听了布林肯之后呢，看起来就没好气，所以布林肯就吐槽他嘛，说在这个。前一个晚上，他们2人还通了电话，他跟甘尼通了电话，甘尼在电话那一头还跟他保证要誓死决战到最后的关头，没想到不到24小时就闪人。好，对，布林肯这时候为什么要再补上一脚，补上一刀？我觉得布林肯把这句话讲出来他最近他自己讲的，对，他说我才跟他通过电话，对啊，其实我觉得是正好把布林肯自己的短处暴露出来，你要不然你就不要直接去跟这些大头接触，你就靠情报来判断。那所以这个情报会停，因为你这种所谓的王与王之间都见面了，下面人就没有说话的空间了嘛。对。那显然你布林肯识人不明，你没有办法，你不了解这个人，所以你错误的对他产生一些依赖或信任，结果你如果说我打了这个电话，我搞不好我还不自己说，因为我觉得人家一定会怪我是笨蛋。对，你跟他才通过电话，你难道不知道他要跑掉吗？对啊。你第一个，你跟他就没有把你当朋友嘛。是。第二个，你可能也听不出他的语气，而且你这么重要的这种连线你自己去做，你不晓得责任很大吗？像我们有的时候在处理一些事情，我们就说透过哪个管道比较好，有的时候不是自己出面最好那布林肯什么都自己出面，结果他不但有他还另外还有个 Austin，国防部长也跟甘尼打了电话，所以这2位，我觉得他们自己可能就是说先认了，因为他们自己在国务院的新闻稿上面都登出来了，就是甘尼的前一天的时候才打过电话，他是跟还说这个对方说要坚决怎么抵抗，都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所以。很多现在讲做这个外交要有机密性，现在大家都把所有的事情都放到公开之下，反而他没有回旋的余地。那我想他现在讲这件事情这也是他下个礼拜
在参众两院会被参众议员拿出来大幅做文章的一点。对，因为表面上你是有点情绪，你要吐槽嘛，就是这个甘尼总统言不守信嘛，对不对？你说要这个跟人民在一起，但是你后来自己落跑等等，表面上他在抱怨，他在吐槽，但事实上显示了你身为这个美国这么重要的一个决策核心哦，你这么天真，你用了一些错误的方式，你的判断失误等等，这个恐怕比情报失灵还更严重哦。因为情报到了你这边，你做判断，你还跟他打电话，那人家就说我是从这边得到的讯息，你都直接从总统本人接了电话，通过电话，总统第2天就跑了，你都不知道。对啊，所以他自己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可见他的警觉性跟经验我是讲布林肯真的是蛮欠缺的。那当然，Ghani来讲的话，我想就是说，在很多时候面临长期这种可能大规模的内战发生的时候，有一些领导人他会有一个善念，他就说我不忍生灵涂炭。你两派人打到最后，其实都是什么？都是平民死伤整齐对不对？家园一片残破。所以Ghani他可能他也不愿意去看到你美国人要我打这场战，那真的对阿富汗人民有没有好处呢？所以不忍生灵涂炭，尤其面对这种内战的时候常常有很多这种所谓的上层领导人会有这种念头，你也不能说他有什么不忠于职守或怎么样，可能他有更高的价值，那就是说没有错如果说他如美国人的愿，跟塔利班对不对决一死战的话，硬磕半年下去的话，那个死伤不是30-40万吧？我想会更大。那么这个死伤的话，起码在目前看起来，就是说阿富汗终于避免了一场浩劫吧，尤其阿富汗人民。当然你还看很多西方媒体天天说这阿富汗有这个人不满那个人不满，可是如果今天是内战的话，那这个惨状绝对不是今天这个情况。对，当然这也是这个Ghani他的对外解释啦。但无论如何，他的此生恐怕就要背上一个阿富汗落跑总统的这样的一个烙印在那么当然，这个Ghani已经是过去式了，现在进行式呢，就是塔利班所组成的临时政府。那么最近呢，也开始招募新血，要征人喽那征人总是有条件、有职位等等，这很重要。大家一看这个月薪折合台币其实蛮心酸的，3200块钱。好，一个月薪水3200块钱，但在塔利班呢，也许就暂时足以养家活口了。你就可以看得到现在阿富汗变成这个真的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其实呢，它的大概80%都是靠外援嘛。对。但现在这个外援一撤退之后呢，它现在整个这个经济呢，我觉得是接下来最惨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个塔利班呢也希望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虽然我们刚刚讲过了，他的这个内阁名单公布呢了无新意但是有一些细细碎碎的一些项目，比方说呢，他决定开放网络跟智慧手机。也许对于塔利班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跨度但是开放网络手机也有但书，就是呢，还是不可以透过网络呢去欣赏西方的音乐电影等等之类的。所以恐怕这个内网要做一些截断还是有一些但书。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听了也是蛮难过的。美国在这个阿富汗当然也有不少建树，这是没有错了包括一些这个基础的一些建设我们刚刚讲女性地位的一些提升等等。另外呢，美国运用自己的优势，在阿富汗建了一个人民的一个数位库包括一些生物特征等等。当然这个部分，比方说阿富汗人民就医等等之类，确实是比较方便。美国当时恐怕也没有想到会真的20年后还是落回塔利班的手里，所以在仓促撤退的同时，这个数据库也来不及销毁。听说现在完全落到了塔利班的手里。那么如果说塔利班未来要钳制人民，或是要进行一些整肃或是报复的话，那这个数据库呢不得了，提供了塔利班非常完整极度完整的一个资料。这个数据库到底精密到什么程度呢？以美国现在的科技，当然你不要说什么指纹虹膜等等，还有包括一个人的可能祖宗8代对不对？他过去他的思想等等，其实现在这个数位他这个数据库可以巨细靡遗，非常非常的可怕。所以我想最后让这个季老师做一个这个结论最近有句话讲得很好嘛，就通往地狱之门往往是由善意所铺成的感觉上好像就是美国20年来的写照。对，美国事实上
我想昨天那个阿富汗6个邻国的外长举行了视讯会议。那王毅他在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第一个就是说，美国是把阿富汗带向灾难的最主要原因。那么他的不请自来啊，然后在阿富汗里面啊，发动了20年的战争，那把阿富汗整个国家各种基础都摧毁掉了。那现在又不告而别，留下一个非常不稳定、不确定的未来。所以新的阿富汗的情势是很危急的。那他也提出了6点，而且其中中国大陆已经就是在昨天的会议里面啊，承诺2亿人民币的人道物资的救援的物资，包括过冬的粮食啊、物资啊这些。那么另外也提出了6点建议。那看起来是这个6个邻国哈，基本上大家都很希望阿富汗，那么能够朝稳定、朝进步的方向走。那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阿富汗未来的一个正面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对，因为阿富汗的乱，从它的历史上来看，都不是自己乱的，都是外来势力的干扰，把它造成动乱。所以现在这个6个大国邻国，大家都希望阿富汗治的话，这个外界的力量跟甚至物资各种方面的进去都会让阿富汗走进去，因为贫困是动乱的根源。对，所以到现在不能忘记，阿富汗有97亿美金的外汇存底被美国人冻结。对，另外本来有4.4亿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的这种给这个阿富汗的这个经济援助也被美国冻结。那这个我觉得是这个时候真的是这一些我又要用帝国主义国家最喜欢用的就是用饥饿的方式，让人民对任何政府都产生不满。用饥饿的方式把一个本来和平的社会变成率兽食人，人与人之间互相真实的一个社会，这个是最不好的做法。我觉得很多国家人都是一样的，也不会因为信什么宗教或什么种族有什么差别。可是如果他的经济条件很差，吃不饱肚子，或者说有一餐没一餐的时候，这样子的社会绝对是动乱的根源。所以现在最重要的应该是让阿富汗人民基本上看得到今天餐盘里有吃的，也知道下个月有吃的，未来有吃的，生活能够得到慢慢的改善。我觉得任何的政权，包括塔利班政权，我想它也会慢慢会走向一个发展、开放、现代化的路。那他现在对中国大陆有很多的这个期望，很重要一点就是希望做经济重建。如果说外面的社会、外面的国际社会都能够让阿富汗有机会先得到稳定，然后重建它的经济，我觉得有经济衣食足而知荣辱要讲到很多基本人权，那先要有衣食有了衣食，可以讲到平等，看到男女的这个共同的机会，参政，这都慢慢都会一步一步都可以做成。如果说社会的基本上充满了这个饥民，然后呢还有吸毒的，因为阿富汗现在吸毒很严重，基层是一个破产的情况的话，那阿富汗是没有机会的。那美国没有帮忙，因为美国把现在阿富汗最需要的经济权把它剥夺了，又用经济想要制裁他的政府，最后其实这个方式就是要他的老百姓，一时无着之下起来造反，把这个国家又带回到动乱。所以我是觉得，第一个，任何一个国家绝对不要让外国政府深入到你的国家来。如果一个国家认明说外国政府对我比我的政府对我还好的话，那这个国家注定就是一个阿富汗的命运吧。